万万没有想到，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很多人都从这个高楼层、高层住宅呢，普遍都选择搬回了这个低楼层啊。就像我一个朋友，然后呢，前几年是买的30多层的一个高层住宅嘛，然后这几年呢，也是去年嘛，亏了将近30多万，把整个房子给卖掉了，又换回了一个4层的啊。选择这种低楼层嘛？为什么很多人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？就是宁愿选择这低楼层，也不会选择高楼层啊。大家也都知道啊，近几年在城市里面，特别是在武汉这边，这个楼房是越建越高，住宅越建越高，不仅是30、40层，然后呢，50层、60层，甚至70层的高楼都拔地而起啊。很多人之前都选择这种高楼层，都有一个原因嘛，都是觉得站得高、看得远，然后住得高之后呢，自己的事业呢会越来越顺利、顺风顺水，更容易成功嘛。而且站得高，视野也开阔，然后可以看江景什么的，风景一览无余。然后住得高之后，没有什么噪音。总之呢，之前选择高楼层的人呢，也是有很多自己的一个理由的。但是现在呢，现实呢，却是给很多人了一巴掌，让他们呢真的是后悔了自己的一个选择。今天呢，就给大家来聊一聊，就是买房，然后买这个楼房啊，这个选择这个高楼层，它的弊端到底都有哪些啊？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会放弃这种高楼层，而又重新选回了又住回了这种低楼层？看视频的朋友也可以给这视频呢点点关注、点点赞，您的支持呢就是我更新最大的一个动力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言归正传，给大家说一说这种高层住宅的3个弊端嘛。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可能是未来面临拆迁的话啊，就是你有可能住个10-20年、20年，这个小区要面临拆迁的话，拆迁难度呢会非常大啊。我们都知道这个高楼层住房呢，它基本上一层住个4-5户，然后几十层嘛，都是几百户嘛。这些对于开发商来说啊，他们就会综合考虑自己拆迁的一个成本，包括拆这种高楼，它的综合的运用的一个人工成本，包括它的难度都是非常大的啊。那相对来说，拆那些低楼层，包括那些老旧的小区来说，有哪个开发商会选择拆这种高层住宅？就这种很夸张的高层住宅，就是一眼望下去腿瑟瑟发抖了。我估计工人呢都就是工人都不乐意接这种工程啊，因为实在是危险系数包括危险性太大了。那第二点就是这种高层的楼房、高层的住宅，相对来说呀，它在未来如果你想出手、想去变现、想去卖的话呢，难度比较大啊。就是随着生活压力越来越大，节奏越来越快，很多人都不愿意住这种高层住宅。我给大家举一个比方，就咱们现在坐这个电梯里面，住这种高层住宅，基本上它每一层都要停，每一层都要停啊。就是上下班高峰期只有2个电梯，真的是太耽误时间了啊！每次上下班有可能卡着点呢，都会迟到，就是等电梯的时间太长了。而且呢，等时间过了10几年，过了日子久了之后呢，这种电梯呢维修的难度，而且维修的频率会越来越多。假如说遇到那种停电，你真的是要哭晕在楼道里面啊，有可能点个外卖呢，别人都不会给你送，真的是太耽误时间了。另外一点就是我朋友呢住这种高层住宅，他也给我吐槽嘛，就是那种水压，那个水特别小啊，每次洗澡就感觉那是水滴一滴一滴的往下滴，真的是让他特别的一个苦恼。每次冬天基本上1个月都洗不了1次澡，这个水压的问题也让人非常的头疼啊。那么第3点就是这种高层住宅呀，住在上面真的是没有什么安全感。你像每天住在30多层，然后将近100多米的一个高空，每天都不敢去那种阳台，包括去那种连廊里面啊，往下看都是真的是腿都抖的一种情况。特别是老人，家里有老人，家里有孩子了，虽然说买这种高层视野好，但是你不敢往那个窗户边上去，视野再好你也是看不到的，对不对？再加上呢，很多人应该这几年经常刷到新闻，网上的一些消息，然后高层住宅出现那种火灾了，或者是电动车火灾什么的，包括前段时间南京发生的一个事故，然后现在应该都是历历在目吧。就是那种现在的消防营区，包括那种消防救援呢，有可能最多也就达到16层。你假如说你住到30层往上的，以后真的是发生火灾，真的是想想都后怕，谁救你，谁又能救你，谁敢去救你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住在这里面的人呢，真的是每天我感觉是非常的一个心理有一种心理压力和心理恐惧。以上这些呢，就是我总结出来了住那种高层楼房的几个弊端啊。大家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，说的对不对的？如果是你买房，你会选择这种高层还是这种低层呢？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